好的，我开始。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 ArcherOS 为 Dfinity 孵化新一代的移动端生态。我是联合创始人 Michael。我的演讲主题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团队的背景介绍，第二部分是我们在 IC 上开发的原因、选择的方向，第3部分是项目的介绍和演示，最后是一个结语。先介绍一下团队，我们是谁。ArcherOS 团队孵化自区块链实验室 Firestep Labs， 我们成立于2018年，核心的成员呢来自于金融、游戏以及移动互联网领域。有2位主要的创始人，一位是我本人，一位是布斯黄，是我的联合创始人。而我本人呢是有多年的这个移动社交和移动游戏的行业经验。2018年开始入币圈写代码做工具链，先后获得了多条 L1 的公链，包括Harmony、Silica、Polkadot 的一些 grant。今年6月份呢，作为国内第一个开发者获得了 Dfinity 的 grant，并成立了 ArcherOS。那 Bruce 黄是我的联合创始人，他在 FinTech Crypto 领域耕耘多年，先后是2个创业团队的那个 FinTech 的项目的创始人，一人带的前 CTO， 阿里云和微软的总监技术经理。跟我一起联合创办 Firestep Labs， 2021年成为 ArcherOS 的联合创始人。好，说一下为什么选择 IC 做什么事情。为什么选择 IC 呢？因为首先刚才其实Herbert 还有胖子都已经讲过了关于 IC 的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包括它是全站上链反向 Guess 模型，这些我都不再去重复了因为我们都觉得 IC 已经特别适合应用开发和开放服务的开发，更好的商业落地。那我用一段小小的短视频让大家去知道一下 ArcherOS。developers。好的 ，ArcherOS 选择什么方向呢？我们因为觉得所有的服务、所有的伟大的企业或者是团队，它都是 by developer by developer for developers， 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选择的就是 developers。我们从工具出发，我们来深耕 Web 3.0的基础设施大家可以理解成基建狂魔。那我们专攻移动端的开发站和用户端的产品赋能 IC 的生态服务跨链的。所以我们做的第一个工具是移动开发工具 Agent Dart， 这是我们已经上线 GitHub 和pub.dev 的那个包链接已经在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那 Agent Dart 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做 IC 上面 Dev 开发主要是基于合约和网页为主，但是移动端是缺乏的。那 Agent Dart 呢，在 IC 上是第一个移动端开发工具，它采用 Dart 语言和跨端的框架 Flutter 进行。那开发者可以轻松的做出第一种无需中心服务器100%与合约交互的 Mobile Dev。那这一点已经在 District 最前2天上线的安卓的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是100%跟合约交互。第二个开发者可以做钱包，可以做身份，可以做 DEX， 然后可以嵌入到现有的移动 APP 当中。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呢，现在目前已经有10多个项目已经在使用移动端进行移动端开发了包括刚才说的 District、Plug Wallet、WeChat、还有 Canister 这些生态项目大家都比较认识了，然后都在用 Agent Dart 进行他们的自己的移动因为它是一个 Agent Dart 是一个开源的工具，所以呢我们会用开源工具的发展路径来去思考它包括文档，包括全端的指示、原生模块等等。说到 ArcherOS Me， 说到 ArcherOS， 我们做第一个产品可用性产品是一个身份产品，称之为 ArcherOS Me。在 IC 上第一个应用是 Internet Identity， 大家如果在用 IC 的应用的话都会用到。那么它特点是只要你管好设备，比如说你的电脑或者你的手机不要丢，或者是多设备绑定，那么你就可以使用浏览器进行无私钥的登录，这是很强大的。可是呢II 呢也有很大的痛点。第一个痛点就是它的低端机器的覆盖率比较差，有些低端的一些安卓机器，还有早期的这种 OS 版本的机器，它都没法用。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 Windows 的，如果你没有 Windows Hello 的话，那可能无法用。
所以很多人他会需要一个 YubiKey， 看右边的那个密图，可以看到要 insert YubiKey， 然后这种事情其实对用户来说不是个成本，所以他无法在嵌入式浏览器使用。比如说你现在打开微信浏览器，如果访问一个IC 的 app 的话，它会一直在转，你必须要用 Safari 或者是 Chrome。那并且呢，最后它的 user number 就是它的 anchor 数字，它必须要一直持有。如果你忘掉这个数字，或者你清除浏览器的话，你可能会丢啊。所以痛点满满，虽然是很强大，但是那 Asterisk Me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测试版，这是我们测试版产品。那主体的功能和 AI 是相近的。那么我们解决问题主要是这样。首先，我们可以使用用户可以记住的 username 来去登录，不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可能数字对某些人是很有意义，是数字不方便记忆，有可能用久了就会忘了。那可以用我们的自己的 username 进入，我试一下，对，登录，然后并且我们还引入了以太坊的钱包。如果是以太坊用户的话，它可以通过以太坊的钱包，比如说 MetaMask 来进行登录。那如果你在用手机的话，你可以用当中的 Wallet Connect 进入。我这弹出了 Wallet Connect 的界面，那我用 MetaMask 来登录。可以看到我右上角的那个小狐狸已经弹出来了。这时候我进行一个签名的确认，这签名是发展本地的，然后这时候就会使用 MetaMask 进行登录。可以大家看到我这个 Wallet 这边已经有了我的钱包的地址，我已经登录上。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网页端的产品。那我们为了打通网页端和移动端，所以我们用 Agent 来做了一个移动端的产品，叫 Asterisk Me Plus。这是我们移动端的产品。移动端产品跟网页端的产品其实主体功能是差不多的。那也会显示当前注册的设备和你现在登录的这个信息。那同时呢，它还可以做一个很方便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切换身份。切换身份我一会儿再演示。那我先演示一下注册身份。比如说注册一个叫 I love ICP。我点击确认的时候，这时候它就会跟我们的后端的合约进行交互，来去尝试注册这么一个身份。如果你被重名了，那需要去重新注册希望不要重名，因为这跟你的唯一身份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注册好，发现 I love ICP 还没有人注册，不好意思，真抢。好，这时候我回来就重新刷新，切换，发现有个新的 I love ICP。我刷新，我就已经注册上了。好，但是我光是有移动端是不够的，因为有些时候要用网页，对吧？所以我这时候还要干另外一件事，叫 link， 要跟我的 laptop link。这个时候刷新一下新的这个页面，我退出当前登录。说我去 link， 把我刚才的用户名输进去。在输完用户名之后，我们需要做一次安全确认，所以用我的指纹
登好，出现一个信息，把这个信息扩布下来，回到客户端。当然，如果客户端我们这边可以有扫码功能，可以直接扫右边的二维码。但因为演示方便，我这边开的是模拟器，所以直接输入这个信息。然后这时候开始输入。这个流程跟 II 现在绑定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用了一个移动的客户端的流程。那这个客户端完全是使用 Agent 这样一个工具去做的。好，当页面自己会刷新了，这时候我点 Finish， 回来刷新一下。这已经出现了 Mabel。interesting， 就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头像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做了一个小算法去完成。大家可以认为这是个 NFT 吗？都给大家去自己去想象。OK， 回到 PPT。这是刚才我们的 iOS 版的一个演示。好 ，AstroMe Plus 这个发展规划是这样：我们先迭代整个产品流程，体验用户可用性，成为用户端好用的产品。然后我们会扩展自己的身份来 SDK， 包括移动端和网页端打通，然后用更多的兼容登录方式和生态标准，然后跟其他的公链展开合作，用身份去服务各大公链，然后会成为 RSS 的基础型产品，对其他产品线打个基础。好，但是就这样吗？对吧？我今天不可能就把这两个东西拿出来跟大家讲因为光是一个 APP 和 SDK 就能拿 grant， 我觉得不太合理，对吧？不符合基建狂魔的特性。那我知道做移动端开发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痛点，包括不管是Web 2.0 时代还是现在在做 Web 3时代，它都有很多的痛点包括苹果垄断了，比如说 Apple Store， 然后排名算法都是垄断，广告也是垄断，浏览器也是 Fortnite， 因为应用内支付的问题，苹果下架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浏览器性能还有算法域名等等，还有 DNS 挟持，都会影响云端开发。于是我们觉得该干点正事儿，就是我们要做点正事儿，叫做 Touchcoma。Touchcoma 这是一个链上小程序的容器协议。我们引用了张小龙小程序之父说了一句话：小程序是唾手可得，享用就是用完即走。Touchcoma 这个命名是致敬攻壳攻壳刚才因为 Motoko 是开发语然后我们 Touchcoma 是小程序的容器作为 Motoko 的载体，作为 Motoko 做起。Touchcoma 是小程序的容器，承载 IC 上的代在手机上运行，就像微信、就像百度、支付宝小程序一样。它把代码移动化，不再仅限于网页版，它有更强的渲染加载能力，能扩展网页所不具备的移动原生能力。它有更安全的校验，因为我们把代码是部署在 IC 的链上，它能为代码全面去中心化打下移动端的基础。好，来演示一下。刚才回到这个客户端，因为我们小程序也好，容器也好，还是我们的 agent 代理，都是在服务整个 IC 生态做移动端，两边都是相互融合的。我们把这边已经加进来，它可以单独成为一个 SDK， 也可以嵌入到我们现在的地方。将来是快的，因为我已经把它线上、链上下载到本地，然后直接打开。那么看一下它干些什么。它可以做一些图形的计算，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写它算什么。然后它可以做，比如说壁纸、绘画，这都是很酷的东西。那对于开发者来说，那做这么一个小程序，它困难，这很重要，因为开发成本是其实不困难，因为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开发者不需要再去额外学习另外一套语言，因为比如说对于前端开发来说，我们可能今天学一个框架，明天学一个框架，学的都学不够。那可以看我们这样的样例工程，刚才的样例工程，其实这都是一个前端的代码，就是很简单的 JavaScript 代码，是
说就用 React 来写，你可以直接写 div， 然后直接用你最熟悉的 React 框架来去做你的小程序前端，然后你的后端呢，照样用你的 Motoco 或者用你的 Rust 来去写。比如说这样一个程序，它就很简单，它就是个 counter， 就可以点一个数加1，然后最后获得这个数的结果，这个数字都是存在链上的。OK， 看一下这个东西的效果是怎么样。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小程序它是同构的，也就是说，开发者可以做一个网页版，同时做一个小程序版，它不需要去额外去改工程，它只要去改工程的编译工程，它不需要做代码上本质的修改。那编译工程之后就是这样子，这是网页端，这是小程序端。那我们看网页端这边有个70，对吧？这是 click on 啊，当我点 click me 的时候，这会加1， 71，好，这也没有刷新。那如果我在这边点的话，点 click me 会是怎么样呢？应该是72，对吧？今晚有点卡，我再点一下。哦，我刚才因为点了2下，所以是73。那我刷新这边是73吗？说是73。所以开发者不需要做一遍网页又制作一遍小程序，他只需要做一次统购，那改一下，稍微在编译工程上面去改造一下，添加一些配置就 OK。所以它也是直接通过小程序跟我们的后端的合约进行交互的。好，那 Tachikoma 是怎么样规划的？我们首先会引入到 ArchResMe 加作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线之一，会放到我们的 APP 当中，然后我们会增强更多的功能模块，帮助社区开发更多更厉害的小程序。好，那作为基础设施之一呢，我们不想说这个东西是光我们自己做的，对吧？如果你跟微信说微信你把小程序开源给头条好了，肯定不可能，对吧？头条只能自己做，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开源，能赋能所有的这种生态以及跨链端的这种代码。然后这小程序还能做些什么东西出来呢？我刚才几位大佬也分享 ，DEX、NFT 等等等等脑洞大开的东西都可以做移植，只要你原来做网页版，你想现在把它变成移动端，你都可以移植。那么除了传统的这种项目之外，说些什么呢？说一下Tachikoma能干的一些正经事儿。那这个梗也是来自于张亚龙，张亚龙后来有一次说小程序的正经事儿是什么呢？开发者当时都有点懵。后来张亚龙说，干一件事情正经。没错，我们就是可以做游戏了可以把小游戏也放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游戏其实是整个小程序里面很亮眼、抢眼、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链游也是这个整个区块链应用当中一个很火热的一个，当然需要支持游戏。好，这我就不打。好的。我们现在Tachikoma 具备的能力包括它有一个2D 的渲染引擎，它可以对接现有国内所有2D 的小游戏生态。那么如果假设有一天我们引入 3D 渲染引擎，说不定 3D 也上。我们可以引入更强的原生能力，或者你可以做成交互式的 NFT， 可能再不是 JPG， 是更厉害的东西。那它是真正的链上原生的开放式的游戏，你怎么定义它的？因为它是纯粹跑在 IC 链上的。那做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样才算去中心化呢？如果放到云端是不是也是 OK 呢？但是我们觉得不是因为我们要做智能合约的部分，然后让生态来去治理整个小程序。
那么我们首先这边会演示一个叫 Tacoma 的一个去中心化部署。去中心化部署的话，就是你不需要登录像微信的应用中心，也不需要登录像这个Google Play、Apple Store， 一大堆 regulation， 一大堆东西要签，然后还要知道你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不需要干这事儿。然后你不需要他们去做任何的之类的审核，你只要是你觉得自己代码足够维护你的用户就可以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边就大概提前录了一下。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命令行，这命令行是直接可以挑选你开发者本地的这个 identity， 然后进行Dev Center 的一个登录。Dev Center 是跑在合约的。那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Motoco 的合约。那既然是合约的话，它就不是一家公司说了算了可以合约你可以放到不同的这个服务对象的。那所有的团队它都可以用这合约来部署自己的 Dev Center， 所以 Dev Center 是完全开源的，然后我们的企业是完全开源的。好，最后部署之后就会有一个测试链接可以下载，当然就可以下载到我们的程序的那个服务器里头去了。好，最后说一下 RxOS 的路线图，然后以及我们的去中心化的视角。其实我们的一个路线图，很显然我们现在在位于最左边的端，我们做了个 Me， 还有一个 APP 正在做，叫 Me 加，然后我们用 Agent Dart 去完成这两部分开发。接下来我们会把它去引入，然后变成 Me 加加，这个时候会把小程序的生态纳进来之后，可以变得更加强大。然后之后我们会把这两部分的能力以及更多的服务模块能力，把它全部变成 Watson， 然后把它全部变成模块 SDK Services， 我们会赋能会帮助，会跟生态一起做，然后把整个 IC 上面的 ecosystem 小程序的 ecosystem、Dev system 做起来。最后我们要跳出 IC， 要赋能到 Web3， 然后整个 Web3 生态里面，以太坊比特币我们很高兴比特币后面会直接引入到 IC， 然后我们也会在上面做一些事情，会赋能更多的生态，跨链的跨生态系统。好，这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的落地价值在哪里？我们讲一个叫 Dev Source， 还有它的 ecosystem。这 Dev Source 它是 mini Dev Store， 它跟我们手机端的原生的应用它不一样。那我们讲的是 mini Dev 的一个 Store。这 mini Dev Store 它没有 S， 是因为这个Dev Store 本身是开源，它可以任何的各种各样的 Dev Store 它都可能。你可能会看到一个 MP 的 Store， 也可能看到一个 Dev Games 都可以。所以在最底下是 Motoco 和 Tacoma 两个合起来去赋能上面的圆圈，就是所有的 mini devs， 然后在这上面之上再去给到所有的参与方，比如说参与方有 RxOS 的 APP、District 的 APP， 是吧？任何其他的 APP 都可以作为宿主来去运行 Dev Store， 然后运行所有的 mini dev， 然后最后一个用户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跟所有的 dev 进行交互，可以访问各种各样的表述。好，最后要打一下广告，因为广告对我们来说没错，因为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工程师来加入，我们需要客户端底层 Flutter iOS C++，我们还需要 Golang Rust C++， 然后我们还需要合约语言的开发者 Solidity Motoco Web3， 然后需要厉害的全站如果你想从前端变全站没问题，因为在 IC 上你本来就是全站，然后脑洞大开的设计师，对吧？还有想开去中心化天眼的产品狗，挑战一些不可能的思维。最后欢迎大家来关注 RxOS， 你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我们，你也可以扫一下右边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微信群。然后这是我们的链接，我们District开通了，然后 Newsletter 招聘邮箱都有。好，最后准备起飞了，然后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IC， 关注 RxOS， 关注 ICP League 的动态，然后拿住你们 ICP。好的，我的演讲完毕了，谢谢大家。